哦，下打，我是不是一个牌？小鲁在这里，然后一个这个我是落这边的位置，还是落一整个侧面也没关系。你又想太多了。我不是讲过吗？脚只是一个工具嘛，脚只是一个模式啊。我们手掌不是这样走也可以，这样走也可以，这样走也可以吗？在行动当中，它落地，它不踩死，它不踩死的，所以你哪边落哪边就要走了，这都是不要纠结在那个地方，听不懂？不踩死的意思是说它是一放就走，一放就走，不踩死。不踩死就是它不落死吧，它力量不落死的。你要马上要准备着走的啊，所以很多的时候你要把它跟那个基础阶段的东西啊，要把它分开想。静态的跟动态的它不一样啊。所以练马步就是要稳，对，但是后尾是要对，我们马步不是也有起来的吗？所以脚在什么形态下落地，什么形态下落地，它不重要，重要在胯，重要在胯，在裆。这个 ，Hello， 来，这个也跟你们讲一下。来，罗瓦问一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会发生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的进度练得太快，就是说我们把我们基础的东西啊，我们基础东西没有练扎实，就往下走了，这个是没有办法，这个没有办法的啊。那你们自己要去分辨，他问的问题是什么？他问的问题是，我们在做这些移动的时候，他的脚落地啊，是前脚掌落呢，还是整只脚落呢，还是什么？这个在运动当中的时候，运动当中对八卦拳来讲，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我讲过，脚只是接触地面的一种形式。所以我们手掌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整只脚落。一开始练的时候，我是要求你们整只脚落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后面呢，我们以前练手掌不是也有这样走吗？你也可以这样走嘛，前脚尖走嘛，你也可以这样走啊，都可以啊。因为它只是落地的形式嘛，人家踩高跷的就那么一个点落地。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脚只是接触地面的一个形式，那它是以什么形式？它是以整片的形式，还是一个前脚掌的形式，还是侧面的形式，还是一个点的形式落地，都不重要。所以有人说，尤其现在练太极的很多讲，一定要脚扎地啊，劲力是从地上起来，从脚上起来，经过地起来。有人说内劲就是什么？内劲就是地的反作用力。在我们来看，这个都不对，因为你把脚的形式踩死了。如果说力量是从地到脚再上来的时候，说像一个皮球一样，那请问你，是不是在这个水泥地你的劲就比较大？在泥巴地，你的劲就比较小，因为反作用力变小啦。那你在水里面，你是不是就没有劲了？
这样问是不是通？通嘛，跟一个皮球一样嘛。皮球你在水泥地上打它弹那么高，你到草地上去打它就弹那么高。你去拍到水，它根本不会弹。所以静力不是靠脚跟地的关系，不是那个反作用力的关系。反作用力是一个自然力，可是你不能靠它，靠它就变死了。所以当我们在动的时候，你这样子它也要走，你这样子你的脚尖碰到它也要走，晓得吗？我们不是有练过那个走桩吗？你整只脚踩上去也要走啊，前脚掌踩上去也要走啊，你的脚边挂到一点点，你也要走啊，这样不懂？在以前的野外来讲，你能保证说你每一脚踩下去全都是平落吗？不可能嘛，那是现在嘛。那现在到处都是平地啊。在以前没有的，以前没有啊。一个坑一个洞，一个石头，任何一个东西，你的脚踩下去不一定是平地。你在树林里面，一个树根，像这种树的一个树根，那边一个什么东西，所以是接触到就要走了。不管是什么地方接触到，这里接触到好运，这里接触到你也要走，这里接触到也要走，这里接触到也要走。所以基本功里面有一个练什么？我练这种东西，就是你的脚底要变成这个东西，你不能说这里遇到压力了，后面掉了，你不能说这边碰到东西了，这边掉了，不行。所以这个是属于基本功的，你们没有花很多时间练，但是它的基本要领就是说，我一只脚我是保持到这个了，我的脚板是一个整体的平面力了。我这样子的时候，它也是这样子；我这样子的时候，它也是这样子；我这样的时候，它也是这样子。晓得吗？支点不管多大多小，在什么地方，我这个脚的支撑是一样的。晓得吗？所以当你在走这个的时候，你的脚在这边一踩，啪，走了。你如果踩到一个坑呢？你如果踩到一个尖锐物呢？你脚一感觉踩到一个尖锐物，你难道要踩下去你才能起来吗？不是嘛？我们自己走路都会有感觉啊。你踩到一个尖锐物，你马上有感觉，马上脚一提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是人的自然，听不懂？啊，所以很多时候，基本功的要求，在基本功的时代，在前面的阶段，打桩的时代，打桩的阶段，那个阶段的要领，这个是对的，可是到了后面，这些要领是错的。就是太规矩了，就没有变化了。当变化的时候，前面的规矩都不对了。可是你说它不对，你说它不对，可是它前面已经给你建立好了一些能力了嘛？它这些能力给你建立好了嘛？你才能无视于前面的那个一定要这个样子。一定要这样子的规矩嘛？听不懂？啊，所以练到这种动步打拳术走路的这个阶段的时候，这个脚是什么形态落地完全不重要。所以这边没有那个环境了。以前我们在哪边啊？在青年公园还哪边啊？那个气根啊，中正纪念堂啊。它有几棵树，那个根凸出来很多，乱七八糟的。我们在那个上面走掌嘛。你们自己有那样的环境，你们自己也去试试看。
慢慢走，在那边走涨，因为你落脚落下去，哪边踩到东西，哪边踩到多大东西，你不知道，你不要看，你不要看，就是慢，踩到了，你必须要从这个地方走下一步。这是功夫，这是一个阶段，一个阶段要练的功夫。所以有了这个东西了以后，没有那个脚底的问题了。人家唱评剧的底下是一个敲，当然他有在中央的，以前那个鞋子啊，他那个支点啊，有在中央的，有在脚后跟的，是不是？人家一样啊，人家一样弄得相当好啊，是不是？证明什么？证明力由地起是错的。没有地就没有力了吗？那不是传说董海川跟那个杨露禅在一个网上面比斗吗 ？net 一个很大的 net， 他们站在那个 net 上面打斗。那如果这个传说是传说了，我们想象，如果他踩在网上面，他们在网子上面可以打斗，表示什么？那你说只要地才能产生力，他们在网子上面就没有力了。听不懂？好，所以现在传的很多东西啊，很多认定的东西啊，是现代在这个环境下面大家一起玩久了以后产生出来的一种体感。他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了，他可以借这个地的力来增加他的力量，做什么事情。这是在这个环境下面，可是它不是真的，它不是真的，听不懂？实际上不可以这个样子的啊，晓得吗？如果是这个样子的，就踩到软，踩到现在的那种很厚的那个海绵垫嘛，你在那个上面试试看。如果地一换，地的状态一变，你就发不出力了，表示你这个是错的，是不是？说腿一蹬，地反作用力，你一蹬陷下去了，陷下去了怎么办？没有了吗？当还是要维持。所以那个劲是什么？是节贯穿。那老师刚刚讲的时候，我一直在笑，因为我3年前我走那个西班牙的那个朝圣之路，那一路上都是斜的，我一路上都没法练功，都是平的，斜的我怎么做？对呀，对呀，主要在那边，如果说在那边我们要那个就是一个斜坡，对呀，那我要怎么做？对呀，对呀，我刚刚一直笑哦，对。所以以前我练拳啊，师父会叫我在任何地形，任何地形都要练。所以你不能去规定那个练拳或者你的武术能力的环境，你不能去规定那个客观环境，那个是我们没办法掌握的。我们的能力如果建立在那个无法掌握的那个条件因素上面，你的东西没有用的，晓得吗？所以活就是活。有的时候我们在走的时候，这一脚落根本还没落下去，啪，后面脚就要走了，后面脚就要走了。那你说我根本没落地啊，反作用力还没产生呢，
那我是用什么力走的？听不懂？啊，所以很多东西啊，我们要去问，就我师父讲的嘛，你要去问为什么，你要去问为什么，要反过来问，要反过来想。好，你们再试试看。